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内蒙古的满洲里，这个是国门景区啊。哇，这个国门太壮观了！国门后面就是俄罗斯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这边有条路啊，看到了吗？这是通向蒙古的。这个满洲里就是中国、俄罗斯和蒙古交界的地方。这边是咱们中国啊，这边界上都有那个栏杆给围起来了，过不去的。俄罗斯就近在咫尺啊，这边有铁路通到俄罗斯去，穿过国门。国门的这个楼上这里啊是观景平台，站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俄罗斯那边的情况。咱现在就上去看看啊，对比一下咱两边的差距。从这里进去，以这个国门为界啊，左手边这边就是俄罗斯，这边是咱们中国。先看一下中国这边能看到什么啊？这里是3根铁轨，看那个地方啊，都是铁丝网拦起来了。中国这边有个铁丝网，俄罗斯那边也有这个铁丝网，所以中间有一个这个缓冲带啊。如果你想跑到那边去，你越过这个铁丝网，你还得越过对面那个铁丝网。咱再去看一下俄罗斯那边的情况。那里有望远镜，可以从望远镜里观察。这边是一些展览这个满洲里一些变迁啊。看看俄罗斯这边，那个就是俄罗斯的国门了，和我们的国门简直没法比啊。看这里呢也有一个缓冲区，看俄罗斯这边的铁丝网，咱们中国这边的铁丝网，咱中国这边还修的一条边境铁这个公路呢啊。那里还有小学生在参观。这个是41号界碑，可以看到俄罗斯这边基本上都是大草原啊，远处是他们的村镇，没有高楼大厦啊。这边有几个小楼房，都是4、5层的低矮的楼房。这边有一个俄罗斯的放哨的岗亭。俄罗斯真是地广人稀啊！哇，正好看到一个火车开到俄罗斯去了。现在有一个车从俄罗斯那边开回来了，这火车上装的都是木头啊，好长的这个火车，看不到头啊，全都是木头。刚才那个火车出去的时候是空的啊，看现在回来这个火车都装满了货。我们国家是进口啊，进口木材。这个火车真叫个长啊，这半天都没有走完。这里是尾巴，你看头去哪里了？能看得到吗？这有多少节火车呀？最后再和国门来个合影吧。北疆重镇黑河，这里是中国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，边境小城。那个小房子后面就是俄罗斯，我们和俄罗斯以黑龙江为界。咱们现在去江边看一下啊，已经到江边了。哇，这个江好宽阔啊，这里视野非常好啊，这个江目测有个好几百米吧。这就是黑龙江啊。这江上面有个岛，这个岛是属于我们的，那里有桥可以走上去啊。这个岛上面正在布置呢，过2天有一个旅游大会，说是。看看俄罗斯那边吧，在这里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呀，感觉和咱们这边差不多。可惜这个距离有点远啊，看得不是很清楚对面俄罗斯那边的情况。而且这个江边啊，风有点大，温度很低的，都快穿那个羽绒服了。这边供暖也很快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18度，白天20度，晚上12度，还是挺冷的。这里，这个黑龙江11月份就开始冻上了，就结冰了。
现在马上9月了嘛，9月、10月下旬就开始上冻了。这咱们这边是一个沿着江边有一个步道，遛弯呀、跑步呀，在这边。然后这里还有很多人在钓鱼，也可以走到中间那个岛上去玩啊，那个也是不要钱的。现在就是不能到对岸去了。如果是平时来的话，就是没有疫情的话，就可以报个1日游、2日游什么的。现在也去不了，比较遗憾。看今天这个天色是阴天啊。第一次听说黑河这个地方是在历史课上，当时签了一个爱辉条约嘛。黑河以前就叫做爱辉，现在改名了。爱辉条约呢，就丢了河对面的大片的领土啊。就是现在河对面那个，这边有一个爱辉古城，古城里有一个博物馆啊，博物馆里面就详细的记录了当时签订条约的这个情况。明天我就去博物馆里看一下啊。第二次知道黑河这个地方是在地理课上，中国有一条神奇的线叫做黑河腾冲线，也叫做胡焕庸线。腾冲我去过了，这次我又来到黑河。这2个点我就都走遍了，看一下这条线究竟有多神奇啊！从黑龙江的黑河这个地方和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直线，中国95%的人口啊都住在线的这边，只有5%的人口住在线的这一边，但是这边住的95%的人嘛，它的国土面积只占的43%。哇，这边的人口密度非常大啊，朋友们。相反，这边的人口密度那真是地广人稀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新疆和西藏不包邮了吧？因为这边真的没几个人啊，除了几个省会城市人多一点，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地广人稀。这就是这条线的神奇之处啊！在江边，我们有一个大黑河岛观察哨。一共是几层啊？2、4、6、8、9层。站在这个岗哨那里啊，就可以看到俄罗斯那边的情况。江面上的船还挺多的，这个是海事部门的船，那个也是，这个是游船的趸船在这儿停着呢，好像没有游船现在。哇，这儿有2个游泳的游回来了。是女的啊，什么情况？游了好远啊！海面上还有海鸥呢，刚才看到。那边有一个摩天轮，但是没有开。这里是个很大的广场。这里是中俄自由贸易城，现在也没有开，也没有人逛啊。那边是一个90年代的瞭望塔，后面是现在的瞭望塔。这么好的美景啊，其实我特别想飞无人机，飞起来航拍一下肯定很漂亮。但是这里看到禁止私飞无人机，下面是部队的名字啊。算了，部队不让飞，咱就不敢飞了啊，别惹事儿了。这儿有一个边民互市贸易交易中心，那个里面全是卖的俄罗斯的商品啊。这里是个边贸城，公交车的终点站。